运球就看 Uncle Joe， 战术就学 Coach 陆。大家好，我是非官方鲈鱼双胞胎兄弟 Fish 陆，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长球。上赛季威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球员？如果有人拿这个问题去问湖人的球迷，或者是经常看湖人比赛的朋友，我相信都会得到一个答案，那就是相当差劲。就算是我们把这个问题抛给威少的球迷们，我想他们的反驳也会是有气无力的。可能会说，你让威少去其他队伍试试看，有本事你就把球权给威少，让威少打，这类毫无底气、充满假设性的话。毕竟威少的表现也确实不尽如人意。这从最新的 2K23 游戏中将威少的能力值调整为综评78分可见。有相当多的人对他上赛季的状况是非常不认可的。上赛季初，湖人付出了大量筹码换来威少组成湖人三巨头，本意是冲击总冠军，结果却连季后赛都没得打。虽然说球队失利每个人都要负责任，但是以威少的表现，被认定为背锅侠也是理所应当的。不过威少真的像球迷们所说的那样表现得一无是处吗？今天鲈鱼就带大家来说道说道。目前在所有的主流平台上，你几乎看不到任何关于威少的正面评价。我们可以不断地看到威少打计时器的搞笑镜头，还有威少传球失误的集锦。威少在他们口中似乎已经成了联盟最差劲的那批球员了，甚至有人说出威少没有任何一项技术是过硬的这种话。实际上，威少的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们误解、被妖魔化了。就像你看到的以下这两个球，威少的精彩集锦。这一球来自湖人和暴龙的一场常规赛对决，比分113-116，湖人队落后3分，比赛时间仅剩9.2秒。在这危机存亡之际，威少成功抢断对手手中的球，径直单人运向前场，并在3分线外顶着防守直接开火，手起刀落，3分球应声入网，湖人追平比分，将比赛拖入加时赛。这一球来自湖人队和达拉斯独行侠的加时赛。双方比分打平，时间还剩28秒钟。威少在底线接到球，进攻时间还剩下6秒，他只能出手了，在底角的3分线，他做了一个拜佛的假动作，找一下节奏后直接出手，3分球进。然而事实上，威少的3分球命中率并不让人满意。上个赛季的他场均投出3.4个3分球，却只能进1.0个，命中率更是只有 29.8%。这个数据甚至不如他的生涯平均数据。不过你只看这两球，你可能会想，威少3分好像还是不能放的。这就是集锦视频所带来的误导，而那些威少失误的视频集锦带来的也是一种对威少表现的偏见。事实上，威少场均3.8个的失误，还不如他生涯平均的4.1个。尽管失误减少有出场时间和球权下降的原因，但威少还是那个威少，他从来就没有改变过。在全面分析威少的表现时，我相信数据是必不可少的，而比起基础数据，高阶数据应当是更加值得信任的，它更能表现一个球员在球场上的真实表现。EPM 这个数据在球员的数据统计和球员影响力上，目前是 NBA 工作者所认为的最令人信服的数据。我们来看看这项数据是如何评价威斯布鲁克的。威少的 OEF 即进攻评级为负的 0.6，这数据排在联盟 62% 的球员前面。威少的DEP 及防守评级为负的 0.4， 这超过了联盟 47% 的球员。而他的总体影响力 EPM 则为负的 1.1， 排在了联盟 55% 的球员前面。在湖人队里，威少的 EPM 数值排在全队第5的位置。我们可以从这项数据看出威少上赛季的表现，从效率和球员影响力上来说，确实不太让人满意。虽然这个数据并不能代表一个球员完全真实的实力 ，LeBron 这是一个关于球员在不在场时球队表现的高阶数据，这同样也是一个 NBA 工作者们非常信服的数据。在这项数据上，威少的总体评级为负的1，排在联盟第160位左右；进攻评级是 0.18， 排在联盟第125位左右；防守评级是负的 1.18， 这是联盟垫底级别的数据。在队里，威少的勒布朗值排在全队第4。从这项数值我们可以看到，
威少在场对球队的帮助，在联盟中比他好的球员有很多，他对球队的帮助有限，他的表现并不优秀。但是在队伍里，比他在场时对球队贡献更好的只有3个人。Raptor， 这同样也是一个关于球员在不在场时球队表现的高阶数据。这项数据对威少的评价非常的差。威少的进攻评价和防守评价分别是-1.2和-2.1，在队伍里，这个数值甚至排到了球队的倒数第2。从高阶数据来看，威少上个赛季的表现就像大家看到的那样差劲。Ball don't lie， 篮球是不会说谎的。威少在球场上的表现，球迷们都看在眼里。说威少上赛季打得不好，确实没有诬陷他。或许我们搜肠刮肚，把脑袋翻个底朝天，能找出一些威少表现不好的借口。比如说，在上赛季曾大量的在第24节使用勒布朗带队的五小阵容，而威少并不在这套进攻效果极佳的阵容里面。亦或是威少常和勒布朗轮换上场，他和上赛季湖人最出色的进攻球员很多时间没能一同上阵。但是作为一名超级巨星，一位曾经的 MVP， 威少没有借口可言。威少难道上个赛季个人能力真的下滑得如此之快？其实不然，威少上赛季的一些镜头依然可以看到巅峰的影子。这一球面对爵士的防守，威少借勒布朗的掩护，一个箭步就冲进内线隔扣得手。DPOY 戈贝尔已是其胯下亡魂。威少在底角接队友的分球，一个假投动作虚晃到了对手中锋的重心，随即直接从底线突破拉杆上篮，补防人员在空中望而兴叹，直呼绝世好妖。这球来自勒布朗和威少的配合，勒布朗背身吸引防守，威少直接从弧顶顺下接基地传球起飞，东契奇的补防也只能成为背景板。除了个人的突破和扣篮能力以外，威少虽然不是一位以组织闻名的控球后卫，不过他的传球能力在上个赛季也是一直在线的。这一球是威少和小乔丹的配合，小乔丹弧顶直球先传给在侧翼的威少，威少直接突破分球，给了剩下的小乔丹一个漂亮的空接传球，小乔丹梦回空接之城。威少突破进入禁区后带走中锋，随后一个漂亮的传球连线剩下的甜瓜，甜瓜抢断得手，威少直接空中接力把球甩向前场，一次漂亮的快攻。这球来自威少的突破分球，浓眉提上篮挡拆，威少一个变向进入禁区后，在空中把球漂亮的塞给了剩下的浓眉，浓眉上篮得手。威少也确实给了勒布朗更多轻松得分的机会。上赛季勒布朗的2分球受助攻率达到了 40.7%， 3分球受助攻率达到了 55.9%， 这是史无前例的大提升。上赛季威少每场比赛都要送给勒布朗 1.8 次直接助攻，而这还不包括接到传球后造成犯规拿到的得分。对比其他球员，你就会看到差距。上个赛季的施罗德场均送给勒布朗的助攻只有 0.8 次，而2019至2020赛季的隆多场均送给勒布朗的助攻只有 0.6 次。在威少的帮助下，勒布朗才有这个竞争得分王的赛季。我们可以经常看到威少和勒布朗的精彩连线。勒布朗发动快攻，先是基地传球给威少，威少在吸引防守后回传给勒布朗，勒布朗轻松扣篮得手。这球是角度刁钻的传球，威少穿过队友的防线，把球直接塞给在底线剩下的勒布朗。来自威少和勒布朗的快攻连线。看完这些视频片段后，或许你对威少上赛季的表现会有一个更客观、更加公允的评价，而不是一味的人云亦云，只看到威少的缺点和不足。接下来是展望新赛季的时候了。如今的威少与湖人的未来依旧是扑朔迷离的，终究是走是留，目前还都是未知数。但我们知道好的一点是，下赛季湖人将迎来健康的浓眉，球队也更新了球队阵容，整体变得更年轻、更有活力。新主帅哈姆也一直强调，会让威少在新赛季打出符合其身价的表现，会有新的技战术地位和轮换安排给到威少。所以，我们可以乐观地想见，威少在新赛季会变得比之前更好一些。但如果最后结局还是威少走人，只能祝福这位曾经的 MVP 能有一个稍显美好的生涯末尾。联盟里的多数球员、球评、媒体，还有看球的普通观众，并没有什么资格瞧不起威少。毕竟上山的人永成功拿下了比赛。如果你没有看本场比赛的全过程，只是看了赛后的数据单，浓眉哥狂砍37分18篮板，反观威少15投4中，3分6中1，仅得到14分。
你可能会以为这是一场戴维斯艰难带队填平威少挖的坑，最终费尽力气才迎来的胜利。但事实恰恰相反，有时候数据是会骗人的。如果这场比赛没有威少对于球队进攻端的梳理，是浓眉哥单核带队的话，那么这场比赛将毫无胜算。下面就跟着鲈鱼一起来看看，为何尽管威少15投4中，却依旧是湖人队的赢球关键人物。我们先来看看本场比赛里威少为数不多的4颗进球。第一颗进球发生在第1节6分钟左右的时候，威少用着最威少的方式推进过半场之后换挡加速，脚下踩着风火轮，面对2人甚至可以说是3人的围堵防守，突入禁区上篮打进。再看威少的第2颗进球，也是威少本场6次3分出手里唯一1次命中的3分球。第1节3分钟左右，在右侧底角，威少做了一个拜佛卡动作，明知道威少3分不准，但还是会被拜佛骗到，这显然是防守者的失职。骗起防守者之后，威少反而没有选择加速突破，而是又一次胯下运球，调整好节奏之后选择了3分出手，非常自信的命中远投。第3颗进球在第2节的10分51秒左右，威少和加布里埃尔完成了一次挡拆后，胯下变向加速，过掉渡边雄太，从左路突破打板抛投命中。最后1颗进球则发生在第4节10分40秒左右的时间，这颗球把鲈鱼看得跳了起来。里弗斯和加布里埃尔挡拆发起进攻，吸引足够多的防守者注意力后，分球给了埋伏在弱侧45度的威少。威少接球毫不犹豫加速突破，一步过掉补防过来的莫里斯，拉弓战斧劈扣，舒展程度拉满，重现巅峰威少风采。从威少的这仅有4颗进球，我们得出什么结论呢？威少的主要得分手段其实依旧是自己的突破，靠着冠绝联盟的第1步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自身的身体优势，优于大部分后卫球员的力量，让很多对位后卫都很难单防限制住威少。但威少最难防的点反而是在于他自己的传球威胁，你既要防止他突然杀进内线造成杀伤，又要防止他把球突然传进去助攻队友。同时威少最怕是什么？队友不穿插跑位，都站在原地时，一旦如此，威少的作用就会被弱化，他自己单打的效率也会降低。而这也是为什么威少不擅长打阵地战进攻的原因。一旦球队整体速度慢下来，落下阵地磨进攻，他的优势就会弱化。比如第1节7分30秒左右，威少上场后主导的第1次进攻，威少在游击区利用力量优势单打对手后卫，但队友们都站在3分线外，没有做其他的无球跑动动作。反观篮网的球员不断收缩防线，因此威少擅长的力量优势和传球威胁都被对手掐死。表面上看浓眉的空间很大，实际上克拉克斯顿随时可以补出去，好在他看到贝弗利的位置不错，2传沃克命中3分。再看第1节3分59秒左右，威少在右路单打，他在寻找队友，但在篮网的防线全面收缩，彻底封死了威少的所有传球路线，同时渡边、莫里斯和杜兰特基本封锁了禁区。最终在没有好机会出球的情况下，威少无奈选择单打身高臂展都更具优势的渡边雄太，以1次后仰跳投打铁结束进攻。时间来到了第1节1分30秒和1分11秒左右的2次进攻，这2次进攻不能说毫无关系，只能说一模一样。威少成功突破杀入对手禁区，但是湖人另外4名队友却近乎都站在3分线外等球，没有任何无球动作，也没有人策应，这就导致篮网球员可以肆意的补防包夹威少。到了第2节开始，威少依旧留在场上，汉姆教练给威少搭档的是加布里埃尔、里弗斯、克里斯蒂和莱恩，没有沃克，没有浓眉，只有一个2轮秀和3个落选秀。但即便如此，只要你能够在场上积极跑动，威少的助攻就总能喂到你的嘴里。威少或许比前几年的巅峰状态、身体素质、个人能力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下滑，但是他的进攻意识却是刻在骨子里丢不掉的东西。MVP 和3双王可不是白拿的。威少的突破从来都不只是表面上看起来风风火火，扛着炸药包就上了，他的目的从来不是单纯的自己杀进内线得分，反而一旦有队友出现足够的投篮空间，威少的球总是会及时传出。在这次进攻中，威少已经突破到很深的位置，已经可以起3步上篮攻框，但是在吸引米尔斯协防之后，发现外线空位的里弗斯果断传球助攻3分命中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并不是所有球员打挡拆都有威胁，有时候机会出来你都不一定能够发现。
而威少就是挡拆威胁极大的球员。加布里埃尔为威少做掩护，掩护后并没有出现极佳的下顺空间和机会，但威少依旧能助攻其扣篮得分。这就是一个好的后卫，球领着人走，而不是人在哪球才去哪。其实有时候威少选择自己不擅长的得分方式和出现一些失误，也是湖人目前不良阵容搭配导致的。就像第二节2分钟左右这球，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威少是想给要位的浓眉做球，但是对手的绕前防守让浓眉没有机会接球，进攻时间也不足支撑再一次的进攻发起，所以威少只能选择不擅长的干拔3分来结束进攻。第二节1分35秒这球同样的道理，当威少和浓眉做挡拆配合时，防守球员也在防着他们的配合，机会稍纵即逝，传球过去只在一瞬间，被对手干扰失误也是家常便饭。由于湖人的进攻选择点太少，对手很容易判断你的传球路线，跟紧浓眉就行了。这次失误后的下一次进攻，威少转变思路，挡拆后选择自己突破终结，但是可惜被送上了一记大火锅。纵观威少本场比赛的表现，第一节打了7分钟，4投2中，得到6分1助攻；第二节打了8分钟，6投1中，得到2分4次助攻；第三节出场7分钟，4投0中，拿到了4个篮板5次助攻；末节打了3分钟，1投1中，罚球4罚4中，得到了6分2助攻。可以看到，威少尽管在不能得分的情况下，依旧是湖人进攻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威少的存在让湖人队的进攻更加的有条不紊。如果问湖人队谁才是浓眉哥更好的搭档，2年前毫无疑问是勒布朗，但现在威少却是更好的那一个。当他和浓眉共同上场时，戴维斯总是能够在进攻端更加游刃有余。詹姆斯确认，汤姆教练之所以把威少继续放在替补席，并不是因为威少的实力达不到首发级别，而是因为替补席必须有人带队才行。首发阵容有浓眉带队可以撑半节，威少上来可以一起搭配，浓眉休息的时候，威少则可以带着替补打。威少带领着球队第2阵容、第3阵容，和杜兰特领衔的篮网队硬碰硬，咬住分差，甚至是扩大分差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回顾本场比赛，威少15投4中的原因，除了今天在3分外线手感并不好之外，他突到内线的几次投篮，除了个人能力下滑导致不能够强行命中外，队友不能够为他拉开良好的突破空间，也有着非常大的关系。不得不说的是，里弗斯得到15分，加布里埃尔得到9分，都是非常的和威少有着直接关系。我想，对于15投4中、14分、6个篮板、12次助攻、4次失误的威少，是本场比赛的胜利关键先生，大家应该没有太多的异议吧？威少能够交出这样的答卷，已经非常出色了。成功串联和激活湖人的角色球员，也给浓眉节省了足球球员的辅助，成功夺得总冠军。只不过在夺冠之后，湖人管理层并没有最大程度的保留争冠阵容，反而对已有阵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变。20年休赛期，湖人放走丹尼格林，引进施罗德。要是放走霍华德加麦基的内线组合，引进得分能力更强的哈雷尔，具备一定串联加3分水准的小加索尔。本以为这样的针对性补强会让詹梅组合威力最大化，让球队更有机会完成卫冕。只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，因为伤病等因素的影响，首轮就被太阳淘汰出局。去年夏天，湖人管理层又用换遍全联盟的库兹马加波普这对组合，打动了巫师，换来了场均3双的威少，组成了以勒布朗、浓眉、威少的3巨头组合，在21赛季豪赌一次，赌赢了荣耀再现，赌输了成为笑柄。遗憾的是，湖人最终赌输了，输得体无完肤。这也意味着湖人詹威梅3巨头联手彻底宣告失败。这也即是说，若下赛季湖人想要重返争冠行列，最好的方法便是拆散詹威梅3巨头，引进更适合球队体系的巨星帮手，或是实力轮换球员。而鉴于詹梅过去几年的表现和化学反应，威少则成了3巨头中最有可能被交易的。只是湖人如果真的想要送走威少，恐怕要经历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了。在今夏，威少的运作几乎无法达成。整个7月份的自由市场，威少无疑是整个联盟中最尴尬的球星。在月初，坊间就出现了有关他的交易传言。一种主流的声音认为，
篮网是最有可能得到威少的队伍。但是之后的一段时间里，湖人和篮网就此事进行了多轮接洽，却始终没能达到预想的结果。篮网想要在交易中获得2个首轮选秀权，作为威少换欧文的附加筹码。可是考虑到队伍未来的建设前景，湖人拒绝了篮网的要求。他们最多只能接受在交易中送出1个首轮签。湖人坚硬的态度自然让谈判无法进行下去了。加之欧文慢慢接受了继续在篮网效力的现实，到现在这笔交易或许也就搁置不前了。湖人管理层也尝试了与其他球队进行接洽，比如向溜马提出用威少换巴迪希尔德的方案，可对于这个方案，硬城方面并不感兴趣。对此，湖人还尝试与爵士、马刺等队联络，可依然没有收到理想回复。种种迹象表明，现今联盟中已很少再有队伍对威少真正感兴趣了。在交易谈判中，很多球队之所以有接盘威少的想法，更多只是希望通过这笔运作积累选秀权，并且威少只有1年合同，好腾薪资空间。可偏偏今夏无论与哪支队伍接触，无论对方如何抬高要价，湖人都坚守着最多只出1个首轮签的底线。而另一方面，作为持球大核心，威少无论去哪支球队，都将对队伍的文化产生无可忽视的影响。在巅峰期，赛季场均3双的日子，威少的带队能力就曾遭到过严重质疑。如今，威少年过30，运动能力以肉眼可见的下滑，投射的短板则在被无限放大。这种情况下，自然更没有队伍敢轻易让他加入了。因此，归根到底，湖人自己制造的难题，还是要由他们自己来解决。此前，在接受采访时，湖人新主帅达尔哈姆曾表示，他会再给威少一次融入团队的机会，会给3巨头再做一次融合实验。至于威少的去留，他更希望在实验结果出炉后再做定夺。如果下赛季开始前，湖人无法送走威少，勒布朗和浓眉也该接受这个既定事实，拿出自己的职业素养，按照新主帅的安排，与威少再次尝试去建立默契。当然，对于威少而言，下赛季初段也很有可能会是他生涯最后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。但可能还会有人说，只要威少不走，单凭詹威美组合，湖人根本无法重回争冠行列。但我们用客观的角度来说，其实只要威少成功转型，凭借张威美组合，湖人也是有那么一个机会的。上赛季湖人之所以未能打进季后赛，和球队整体缺乏防守有很大的关系。21赛季，湖人的防守效率全联盟21，而他们夺冠赛季的防守效率全联盟第3。当然，这跟球队阵容有很大关系。夺冠赛季，湖人有波普、丹尼格林、布拉德利等防守悍将，内线有浓眉、霍华德、麦基坐镇，加上勒布朗、库兹马等锋线球员，湖人在沃格尔的防守理念下如鱼得水。而21赛季，这些球员大部分都不在了，湖人能拿得出手的只有斯坦利·约翰逊、里弗斯等人。纵然勒布朗场均轰下30分，也无法挽救湖人的颓势。勒布朗因为年龄、体能原因，不能指望勒布朗攻防两端全部拉满，所以其他球员在防守端得有所贡献。威少经常在场上被对手一步突破或者中距离轻松出手得分，防无球时也经常出现溜号的情况。如今威少即便整体运动能力不如以往，但是不是球队主攻手的前提下，他的体力依旧足以支撑他打出更好的防守。可上赛季威少防守端并没有表现出侵略性，究其原因，其一是个人积极性不足，其二则是以前威少大包大揽的核心型打法根本不用做这种蓝领工作，他还没有彻底适应过来。如果威少能够提升自己的防守积极性，彻底摆正心态，放下身段做好防守，那么这对于湖人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，威少也不用遭遇关键时刻被弃用的尴尬局面了。21赛季，库里由于持续增肌影响到投篮手感，以至于整体命中率跌至 43.7%， 甚至比不擅长投篮的威少还要低。但联盟各支球队也不会去包夹威少而放松对库里的防守，威少的出手更多的靠近篮下，而库里则有更多的3分和中远距离出手。且相比库里，
威少投出44.5%的命中率，面临的防守压力也远比库里要小得多。这无一不在说明，即便威少整体命中率高过库里，但目前他的投射能力仍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准，这才导致浓眉甚至需要拉到中远距离投篮，根本无法发挥自己的优势。要是下赛季威少能够提升自己的投射水准，那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勒布朗、浓眉的压力，让他们有更好的空间，从而把自身的优势彻底发挥出来。由于威少缺乏投射能力，导致浓眉不得不站上5号位，根本无法彻底发挥自身优势，并且威少的大包大揽的打球方式也让勒布朗发挥不出组织优势。可一旦减少威少球权，他单场比赛可能连15分、5板、5助都无法达到。所以在削减威少持球权之前，得指望他能够开发出一定的无球能力。如果威少能够开发出一定的无球能力，那么他不仅能够给湖人带来更多的战术变化，勒布朗也能因此受益，不用继续在进攻端疲于奔命，反而能够发挥出自身组织的优势，从而打出更好的整体表现。综上所述，只要威少能够成功转型，提高防守积极性，增强投射能力，开发出无球能力，那么这样的威少也会更加契合詹梅，打出良好的化学反应。而这样的詹威梅组合也是湖人管理层组建的初衷，这样的詹威梅组合才有绝对实力达到争冠级别。当然，这一切也只是猜想，现实如何，还得看威少和湖人如何做出相应改变。以上就是本部影片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喜欢鲈鱼的分析，请点点订阅，欢迎来评论区与鲈鱼一起涨球。